朋友们，问你一个问题：我们生而为人，到底怎么活才能够逍遥自在呢？庄子呢，在《逍遥游》里面就给我们提出了这个诱人的问题。那么他到底讲了什么呢？其实你只用记住一句话就好了，那就是真正的逍遥不应该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求。你看，大道殊途同归，儒释道三家的最底层其实都是相通的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把他们教会的精华部分提炼出来就好了。即使在庄子这也不例外。我们生而为人，到底怎么活才能够逍遥自在呢？这个问题猛一听呢，好像没什么可说的，但毫无疑问，它是绝大多数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。在普通人的理解里呢，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，逍遥的资本也就越大。所以中产阶级比穷人逍遥，千万富翁比中产阶级逍遥，亿万富翁又比千万富翁逍遥。于是为了多逍遥一点，争夺社会排序和社会资源就成了至关紧要的事。但是庄子告诉你了，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。逍遥不应该是向外求，而应该是向内心去寻求逍遥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的开篇呢，就讲了一个故事，大概呢就是说，北海有一只叫做鲲的大鱼，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大，变成鸟后叫做鹏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大。当海风吹起来的时候，鹏就顺势而飞，飞到南海。当鹏飞向南海的时候呢，乘着6月的大风激起3000里的水花，直上9万里的高空。水不深呢，就浮不起大船；风不大呢，就载不动这个大鹏。然后小鸟和蝉就感觉很不屑，说我们飞到树上就够了，有时候飞不上去了，就直接落到地上也无所谓。你飞9万里那么高干嘛呢？可是这2个小家伙哪里知道路程越远，准备工作就要越充分。朝生暮死的小虫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1个月，活不过1季的蝉也不知道什么叫做1年。这就是所谓的小年。楚国呢，有一只灵龟，以500年为一春，500年为一秋。上古有一棵大椿树，以8000年为一春，8000年为一秋。这就是所谓的大年。彭祖直到今天还以长寿闻名，那他也不过就是活了几百岁罢了。可世人却都想学他，这不是很可悲吗？很多人读《逍遥游》呢，会被大鹏展翅高飞的意象所迷住，恨不得自己也能扶摇9万里。往往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小鸟和蝉似乎都是没有见识、没有格局的井底之蛙，他们境界太低，根本就理解不了大鹏，还对大鹏说3道4。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人，往往最容易被这个故事所吸引，认为大鹏就是正面形象，小鸟呢就是负面形象。做人就应该要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，不要去理会小鸟的叽叽喳喳。如果我们赞同这种理解，那就应该是我行我素，对各种的批评和意见完全可以置之不理。堂堂的大鹏，难道还要看你们这些小鸟的脸色做事吗？但是除了这种理解方式呢，还有另外一种理解，那就是小鸟活得也挺好，幸福感呢也并不比这个大鹏要低。为什么一定就非要追求9万里的高空翱翔呢？太累了吧，在树枝上扑腾2下不也挺好的吗？你有你的大志向，我有我的小确幸，我们各走各路，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比我逍遥自在呢？他们的能力完全不一样。大鹏能飞9万里，小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。可是呢，只要他们都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、爱做的，那他们就同样都是幸福的。那问题来了，庄子是怎么看的呢？《逍遥游》的后面继续又讲了，
商汤向贤人夏桀请教，问上下四方有没有尽头。夏桀回答道：无尽之外还是无尽。然后呢，又把小鸟笑话大鹏的故事给讲了一遍，说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。接下来庄子就发表议论了，他说有些人论才智可以做官，论行为能够符合一乡一土的道德标准，论品性呢可以符合一国之君的心意而取得一个国家的信任，这些人因此而自鸣得意。可是呢，其实他们就像故事里的小鸟一样，所以呢，境界更高的宋荣子才会嗤笑他们。宋荣子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世人无论是非议他还是赞美他，他都无动于衷，因为他对名利毫不上心，但是他的修为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而列子就比宋荣子更厉害了，他同样也对名利不上心，但是列子还会御风而行，连走路都免了。但就算如此，列子不还是得靠风吗？不刮风，他就没办法御风而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顺应自然的规律，把握六气的变化，以游于无穷之境，那你就什么也不用依靠了。讲到这里呢，逍遥游的核心要义其实就逐渐的清晰了。小的确是不如大的，大的又不如更大的，而真正的问题就在于，无论是小的、大的还是更大的，他们通通都有所依靠，必须都得依靠于某种外界的条件才能成事。而再高一层的境界，也就不再以大小来区分了，而是以有凭和无凭来区别的。终极的境界呢，不是最大，而是无凭，也就是说，完全不需要借助和依凭于任何外界的条件就能成就自己。你看，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4个字：本自具足呢？我们再来梳理一下，大鹏要起飞，必须要等到合适的风；成功人士能做官，必须要依靠于别人的信任。宋荣子的境界更高，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但即便是他做很多的事儿，也必须要依靠外部条件。比如说出远门，他就必须得有车吧。而列子的境界又比宋荣子还要高，因为他出门连车都不用，自己乘着风就走了。按说一个人要活成列子这样，那应该算得上逍遥了吧？还不行，因为在没有风的时候，列子不就不能御风而行了吗？所以风就是列子必须要依靠的外部条件。所以庄子最后是想告诉你，真正的逍遥就是无凭的状态，也就是什么都不凭，我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限制和影响。心经里有句话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当你没有挂碍，不就是无凭了吗？其实真正的幸福出现在你不依靠他人和事物的时候才开始。真正的逍遥不是否定现实，也不是在遥不可及的彼岸，而是在看破每一次有所凭的执着里面。不然哪怕是身大如鹏，能够腾飞9万里，还是渺小如虫，朝生暮死，也只是向上的不同，但本质上都需要依靠于外物才能够感到自身的存在。这都不是真正的逍遥。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我什么也不依靠，难道我连饭也不用吃了吗？那我还活得成吗？金刚经里讲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种不依靠不是讲在物理层面的不做任何接触，而是在心理层面。就像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不坐车非得用脚走，但用脚也是在靠脚才能走。所以这种不依靠是心理上能不能做到放下。就像去远方，没有飞机能不能坐高铁，没有高铁能不能坐火车，没有火车能不能坐汽车。办法有很多，但不是没有不满意的交通工具就不出发了。
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走了，说明你对它产生了心理的依靠，你不能接受不依靠于它就出发，这就是不自在。赚钱也是同理，很多人之前风光无限，但当下明明已经破产了，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身份。那你说打工行不行？吃点身体之苦行不行？有的人就不行，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产生了依靠，这就是不自在。依靠才产生了不自在。只有在关键时刻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做事的时候心不受干扰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也不被心里各种的小想法而挡住，变得犹犹豫豫。这就是在锻炼不依靠于别人的目光和看法。从相上来看，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确实很大，物质上的、能力上的，但是不要被这种差别所吓到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你所依靠的观念让你产生的感觉。什么意思？你想，一辆豪车放在非洲大草原，我不相信狮子、斑马和大象会觉得这辆豪车有什么价值，在他们眼里，豪车和一块大石头无异。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贵？我们觉得开豪车就是高人一等，是因为你的心接受了豪车就是高价值的观念，各种社会氛围、广告宣传等等，让你依靠上了这个观念，并把观念信以为真。金刚经讲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为什么说世界不是世界，而是名世界呢？什么是名呢？名就是名字，就是符号，就是观念。你不要太当真了，当真就是依靠上了，就是有所凭了。但是很多人不懂，非得掏光家底买辆豪车，认为那个才是有面子，都是把观念当真了。当然不是不能买，有钱可以买，但心里不依靠豪车是高价值这个观念，不要被它所挂碍，这就是无助。你要能做到这样的状态，能不自在吗？因为你看透了这些观念的虚假性，你不依靠于它，你就不会被它所控。心无挂碍即是逍遥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